当鲨鱼拥有高智商，后果会有多可怕？看完今天的故事，你就知道了。在生化制药厂老板弗兰克的资金支持下，苏珊博士和研究小组在设备精良的海上研究中心开展着阿尔兹海默症的药物研究工作。鲨鱼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之一，它们一辈子不会得癌症，也不会失明，或者出现大脑功能的损伤。因此，研究中心圈养了3只鲨鱼用来做研究，一头母鲨，2只小鲨鱼。然而这天夜里却发生了意外，其中一头小鲨鱼逃出实验室，还差点咬死了人。这件事很快登上报纸头条，弗兰克砸了2个亿，却是这个结果。一气之下，他想撤资，可苏珊不愿放弃，全力争取到了一些时间。到时项目要是还没有进展，他便引咎辞职。弗兰克十分欣赏苏珊的果敢，但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为了考察项目，弗兰克和苏珊乘坐直升机来到了研究中心。恰逢周末，大部分员工都已经回家，留下来的有海洋生物学家短发妹、鲨鱼专家卡特和苏珊一起搞研究的詹姆斯博士、广播员卷发姐、维修员胡子哥以及厨师黑哥。为了打消弗兰克的顾虑，苏珊不得不把实验时间提前了2个月。实验并不复杂，先提取鲨鱼大脑里的蛋白质，再将其注入到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脑细胞中。要是细胞发生正向变化，就说明实验假设是成立的。短发妹告诉弗兰克，他们利用荷尔蒙将鲨鱼的前脑增大了5倍，以提取更多的蛋白质。弗兰克兴奋不已，在不使用基因工程的前提下，让病患受损的脑细胞再度活化，简直是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迹。实验之前，卡特找到苏珊，希望她三思而后行。虽然逃出去的小鲨鱼被他抓了回来，但现在就进行试验，危险系数实在太高。可不管卡特怎么说，苏珊势在必行。傍晚时分，外面狂风暴雨，苏珊带领布兰克进入实验室。实验第一步由卡特来完成，他要潜入水下麻醉母鲨。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卡特经过隧道时，2只小鲨鱼突然朝他发动攻击。因为有铁丝网，卡特并无危险。当他掏出手枪时，鲨鱼居然跑了。监控前的弗兰克大感震惊，鲨鱼的智商并不高，他们怎么会认识枪呢？震惊之余，信号突然中断，电脑屏幕接连雪白，而造成故障的罪魁祸首正是母鲨。卡特也不是吃素的，最后他有惊无险将麻醉枪打在了母鲨身上。随后通过升降台将昏睡的母鲨带回了实验室。苏珊把注射器刺进母鲨的前脑位置，有一说一，这针也太长了吧。提取成功后，再将蛋白液注射进病人的脑神经细胞中。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蛋白质成功与脑细胞产生互动，细胞通透性增加，细胞膜也得到了强化。整个修复进程持续了7秒钟左右，这意味着实验非常成功。就在大家激动不已时，詹姆斯开始作妖，他烟瘾犯了，于是跑到母鲨旁边点起一根烟。什么档次，居然让我吸2手烟！原本昏睡的母鲨突然醒来，张着血盆大口咬掉詹姆斯的胳膊打牙祭。卡特眼疾手快，拿到枪要击毙母鲨，结果苏珊为了保护自己的实验对象，竟按下升降台开关放走了母鲨。卡特大为震惊，但眼下救詹姆斯更重要。卡特立刻联系广播室里的卷发姐，让她赶紧找来医护人员。很快，救援直升机来到中心上空，可外面的风浪远比想象中的还要剧烈，直升机无法停下，只能放下钢索，把担架拉上去。众人齐心协力，好不容易成功。可不出意外的话，意外还是发生了。没飞多远，滑索装置出现故障，詹姆斯连带着担架一起坠入海中。血腥味引来了鲨鱼，詹姆斯被鲨鱼抓走，直升机也被拖着撞向研究中心。轰的一声，漫天火光，卷发姐和飞机上的2名救援人员被炸得粉身碎骨。爆炸让所有通讯设备陷入瘫痪，活下来的几个人与外界彻底失联。更可怕的是，母鲨似乎开始了复仇，她叼着担架冲向实验室，最后将詹姆斯丢了过去。好家伙，还不如给他个痛快呢！随着玻璃碎裂，海水涌入实验室，除了悲催的詹姆斯，其他人侥幸逃离实验室。可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刚才的爆炸已经让整个研究中心满目疮痍，灌进来的海水更是无孔不入。黑格一直待在负1层的厨房，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有心情遛鸟。他来到楼梯口，鹦鹉却二话不说就起飞，
听到楼梯上方传来奇怪的声响，黑哥很好奇，结果刚上前2步，波涛汹涌的海水便一涌而下，一切发生的太快，黑哥来不及逃跑，被海水卷走。卡特查看结构图，找到一条逃生路径，到水下3层的研究室，从出水口乘坐潜水艇离开。他们不知道的是，鲨鱼已经随着海水游了进来。种种迹象表明，这些鲨鱼有着极高的智商。弗兰克感到不可思议，逼问之下，苏珊终于说出实情。原来他并不是用荷尔蒙来提高鲨鱼的脑容量，而是违反规定，擅自动用了基因工程。这样做的副作用是，鲨鱼会变得更聪明。得知真相的众人很崩溃，显然他们已经沦为鲨鱼的猎物，随时都可能被吃掉。不过现在还不是追责的时候，当务之急是尽快离开这里。然而当他们抵达水下3层时，发现这里已是一片狼藉。另一边，黑哥福大命大，等海水平稳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鹦鹉。结果鸟没找到，倒是白嫖了一本花花公子。刚翻开一页，黑哥觉得后背发凉，回头一看，刺激！黑哥手脚并用躲进厨房，唯一的防身武器只有一把平底锅。庆幸的是，鲨鱼并没有进来。喘息间隙，黑哥完成了武器升级，从平底锅变成了消防斧。而他要找的鹦鹉就躲在厨房的储物架上，眼看就要和自己的小宠物团聚时，鹦鹉却因为受到惊吓，飞到水里的一口锅上。黑哥拼命够了够，可还是差一点。就在这时，鲨鱼突然一跃而起，鹦鹉领了盒饭。旁边的储物架也因为支撑不了黑哥的重量倒了下去。生死关头，黑哥爬进烤箱，可鲨鱼没有放弃，它一次次撞向玻璃，虽然没有成功，却意外打开了烤箱的开关。这下就算不被鲨鱼吃掉，也会被高温烤成10分熟。黑哥急中生智，在玻璃碎裂的最后一刻，利用斧头砸开头顶的铁皮，然后钻了上去，再趁鲨鱼不注意，一鼓作气游到厨房门口。离开前，黑哥帅气丢出打火机，下一秒，鲨鱼一整个炸裂。大部队这边，由于潜水艇受损，原计划无法实行，眼看陷入绝境，布兰克提出一个大胆想法，穿上潜水衣，直接从入水口游出去。虽然大家有点慌，可现在根本没有更高明的办法，于是心一横，决定搏一搏。为了鼓舞军心，弗兰克站在出水口边上慷慨陈词，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突然窜出来的母鲨一口带走。看着被血染红的海水，大家都快吓尿了。冷静过后，胡子哥想到这里还有一条电梯井能直通海面，但问题是，如果建筑顶层在爆炸中受损，一旦打开阀门，随着压强改变，出水口将不再稳定。可横竖都是死，他们别无选择。果然，舱门打开的瞬间，巨大的气流迎面袭来，之后浩浩荡荡的海水倒灌而入，4人连忙进入电梯井，关闭阀门后爬上了梯子。可就在这时，大大小小的火球掉了下来，抬头望去，顶部的电梯已经被大火吞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鲨鱼撞开舱门，游进电梯井，海水也灌了进来。卡特让大家继续往上爬，他则往下来到负2层入口。假如里面没有被海水填满，就能开门释放电梯井里的海水，以此减缓鲨鱼的追击速度。卡特用尽力气，终于打开门，可海水上涨速度非常快。等卡特爬上梯子时，鲨鱼和他仅1步之遥。好在海水的高度很快降了下去。可就在大家松口气时，意外再次降临，梯子上的螺丝钉陆续松动掉了下来，随后整个梯子横跨在电梯井里。短发妹手滑掉进水里，卡特想要救人，可惜来不及了。此时负1层的入口就在上方，可是没了梯子，他们根本打不开。绝望之际，耳边传来开门的声音，不会是鲨鱼吧？当黑哥出现时，大家仿佛看到了光。在黑哥的帮助下，活下来的3人成功抵达负1层，但坏消息接踵而至。黑哥告诉他们，通向外面的楼梯都被海水淹没了。胡子哥似乎想到什么，他说为了防止负1层积水，他们配备了紧急抽水机，只要启动发电机就能抽干楼梯的水。于是胡子哥和卡特来到被水淹没的控制室。胡子哥刚启动发电机，不料鲨鱼在背后出现，胡子哥甚至来不及回头就被鲨鱼吃进了肚子。卡特则火速逃离了现场。苏珊这边为了拿回实验资料，她独自返回自己的卧室。此时海水已经到腰线位置，苏珊拿到资料准备离开，结果鲨鱼找了过来。没办法，她只好站在桌子上，可没想到手没攥紧，资料倒进水里。
伸手去够，鲨鱼却浮出水面，不断挑衅。苏珊灵机一动，脱下衣服，脚踩在上面，然后拔下墙上的电线。等鲨鱼冲过来时，直接把电线插进他嘴里。一阵火花带闪电后，鲨鱼总算是凉透了。遗憾的是，他的实验资料也毁于一旦。故事发展到这里，只剩下卡特、黑哥和苏珊，而鲨鱼还剩下最彪悍的母鲨。整个研究中心都在下沉，三人连忙来到逃生舱。打开气密锁之前，要先平衡压力。简单来说，得花几秒钟时间让海水淹满逃生舱。完事后，三人游了出来。卡特扔出颜色鲜艳的衣服和灭火器，以此引开母鲨的注意力。然而，当他们浮出海面，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母鲨追击过来，抓住黑哥，带着他各种乘风破浪。与此同时，卡特和苏珊已经游到附近的建筑物上。本以为黑哥这回肯定要完，但没想到他命格很硬，生死关头用十字架戳瞎母鲨的一只眼睛，成功捡回一条小命。见黑哥还活着，卡特赶紧把他拉了上来。回过神来，他们才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母鲨的计谋，他想淹没整个中心，从而获得自由。试想一下，如果这头经过基因改造的鲨鱼游到其他海域，或者靠近任何海岸，必将掀起一阵腥风血雨。卡特找来一把鱼枪，紧接着把信号弹中的火药装进鱼枪中。等卡特射中母鲨，苏珊负责将缆线接到电池上，只要完美配合，就能把母鲨炸成炮灰。可计划赶不上变化，母鲨离他们有一段距离，能不能射中是个问题，万一惊动母鲨就更麻烦了。见状，苏珊决定以身作饵，她划破手掌跳进海里。果然，闻到血腥味的母鲨暂时放弃了逃跑行动，而是掉头捕杀猎物。苏珊拼命游向建筑物，谁知上天开了一个玩笑，墙上的把手并不牢靠，苏珊再一次落入水中。为了救她，卡特义无反顾跳进海里，可还是晚了一步。母鲨干崩脆吃掉了苏珊，之后又盯上了卡特。卡特不愧是个捕鱼达人，面对鲨鱼的攻击，他一个翻身跳跃，骑在了鲨鱼背上。为了摆脱卡特，母鲨带着他在水下四处乱窜。黑哥抓住机会，拿起鱼枪射向母鲨，结果这个老六枪法太烂，差点误伤了卡特。眼看缆绳要被母鲨全部拖走，黑哥只好答应卡特，含泪将缆绳接通电池。很快，母鲨穿过铁网，卡特则紧紧抓住铁丝。随着电源接通，留在母鲨身上的鱼枪发生爆炸，海面上掀起巨大的红色浪花。至此，危机总算彻底解除，卡特很幸运地活了下来。故事最后，救援船也终于赶到这里。影片上映于1999年，虽然没有大白鲨声名远扬，但从观赏性来看，《深海狂鲨》也不失为一部佳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顺应自然发展规律，逆天改造只会自食恶果。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